你的英文好吗？好，这样我考你一下 ，understand 的华语叫什么？下面站。下面站在哪里？下面站在哪里 ？Up to you， 上去你，在你上面。你的英文真的不错，可以毕业了。5 star。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来我的 POV 乱乱拍系列啦。哎呦，哦，嗨，大家好，我是爱车的小蚊子，今天是走非常文艺的风格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Denza D9。这辆车呢是刚刚 Media Preview 给我们看的，至于呢正式发布是在2月20号的时候，这辆车的价格还没有公布，它总共分为2个规格了，第一个是就是 Advanced， 第二个是 Premium。Advanced 的版本呢则是前驱 ，Premium 的版本呢则是四驱，360匹马力，还有470个牛顿米，0到100为6.9秒。如果是前驱的话呢，0到100 9.5秒。有些人来说可能觉得那个车好像有点慢哦，这辆车多重你知道吗2.8吨，比那是2.7。而且这辆车的重量肯定比Velfire还更重，Velfire的话大概是2吨到2.2吨左右而已啦。Denza 这个品牌呢，它是由 Daimler 还有 BYD 合资的一个品牌。同时 Denza 呢，就在马来西亚刚刚给我们 Media Preview 了2款规格的这个 Denza D9。那 Denza D9 呢，它是个主打豪华与科技的商务 MPV 哦。这辆车竞争对手很明显啦，Toyota Alphard 或者 Velfire。这里呢，总共有2个规格，一个是 All-Wheel Drive， 一个是 Front-Wheel Drive。Advanced 和 Premium， 外表上呢暂时是看不出来，我们唯有就是在后面有一个小厂徽那边，它会写着 All-Wheel Drive， 那个就是四驱的版本，有360匹马力，470个牛顿米。这辆车的车身轴距3110mm， 车身长度5250mm， 它比 Alphard Velfire 长了240个mm， 轴距比 Alphard 长了大概110mm， 车身宽度为1960mm， 高度呢为1960mm， 所以这辆车的这个体型真的很大。在我们这个年龄啊，大概30岁了的年龄啊，我们会选择 MPV 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有家人有孩子，我们才会选这种车。年轻的时候完全不会考虑的。买 MPV 的这个条件呢，就是可能你要载家人啊、孩子啊、老婆啊，可以载得了家人之外啊，其实我们出游的时候呢，其实最重要就是这款车的后备箱。那这辆车有电动尾门，不管是高配还是中配都会有的。即使后面的椅子调到为最后面的话，它后面的空间有大概510个litre左右。那椅子可以放倒了，放倒的时候肯定有2000多公升的嘛。下面呢，你打开了之后呢，还有一些轮胎补贴剂啊等等的东西。这辆车是没有备胎，对我看一下，是没有的，空的。OK， 那这里有2粒把灯啊，这里是按了会关尾箱，这里按了之后就是关了尾箱之后啊，它就会把所有门给锁起来。一下，来。车尾灯也很有意思哦，有这个三角形的。我发现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就是哦，你review 非常多的车，你都是会以家人为优先来做考量这样子哦。肯定啊，没有打算跟你成立家庭。当你有了这个家庭人口的时候，你就会做出一个想法，就是想要买一台车让我的家人舒服一点，喜欢吗？我比较喜欢 OV 的，全部都要最 high spec。对哦，买车就是要买最 high spec 哦。对啊，给。其实在中国它有1.5 turbo 的这个混动 PHEV， 然后还有就是全电动的啦。可是来到马来西亚这边的话呢，它只是展示给我们看这个全电动的版本。这全电动的版本呢，它的电池啊最大的容量是103.36 kWh。给你们一个概念啊 ，BYD 啊多去啊，可能还在60多 kWh 而已。这辆车续航啊，前驱 single motor 的话，它可以行驶600公里哦；四驱的话
话呢是580 km 公里的，那只是相差一个20，可是呢充电大家都是一样快哦，最高可以支持166 kW 的快充，从30到88%的充电呢，在30分钟内完成。只要有这样的续航能力哦，你去哪里都不怕。那我刚刚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一点，如果我这个充电盖打开的话，我要打开这个车尾门。它是不可以打开的，所以这个安全的保护机制是挺不错一下。买这辆车呢，其实很享受拥有的一个身份，就是当你上车之前呢，还有一个仪式感，就是不需要你开门的，在里面驾驶员的座位可以开，或者是你拉一拉这个小手杆，你上车是不需要自己开门，也不需要自己关门。然后你就拉这个小手把就上来就行了。这辆车有配搭这个50瓦的无线充电，你可以把你手机放在这边，然后还有一个 Type-C 的接口。这个小小的荧幕呢 ，swipe up 你就可以调整冷气啊、你的座椅的倾斜角度啊、按摩座椅啊、冰箱啊，全部都是可以在这边控制的。这个安全带呢是独立的哦。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buckle up your seat belt. We are going to depart. 坐上去屁股还冷冷的，座椅通风有没有？结婚用啊？什么？是吗？你坐这边，我坐这边，好像可以哦。OK。关门除了可以用这个旁边的手把之外哦，这个小荧幕呢，它可以 slide， 它的门就会关掉。然后这辆车呢有配搭了大量的气氛灯，然后它的整个门把这边旁边呢都是真的是木条纹来的，像奔驰这样哦。像它这个车顶这边呢，全部大量用了这个碎的材质，就是所谓的阿坎达啦，是很漂亮，很舒服，一摸上去就非常的舒服的。你可以很方便的可以调这个桌子，可以调到最后。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一定很喜欢哦，调到很后面嘞。Reset。Memory seat， 它有 memory seat 后排。一键 reset， 回到去原本的这个座位。然后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桌子哦。哎，这样子的话哦，这样你可以很善用时间呢。你请一个 driver， 然后你在后面哦，一边在那边剪片啊，这就跟我小时候哦，我很喜欢呢，去学校的时候啊，然后在车上赶功课，以前就是用脚啊，在脚边写，现在那里需要哈，就有一个桌子啊，还没有到学校之前，赶快哦，用这桌在这个桌子这边写功课。还有这个按摩的功能，所以做长途的话，哇，坐在这边是非常的爽。它其实还有一个冰箱，在冰箱是最低可以支持到减6度到60度，就是讲我们可以-6的冷，或者是保温到最高60度。它还有杀菌呢。是的，没有错。去看一下坐在后面怎样？哇，也是 OK 嘛哦，会很窄吧？不会，还有空间呢。我可以再调低一点。这个也是可以再踢一点，这辆车肯定是比 Alphard Velva 要好坐。这边特地做了一个凹槽进去，然后后面还有气氛灯。一般上啊，你看到 MPV 啊，只有在中间这边有吗？后面哪里可能有？还有喇叭给我们，还有2个自备架，还有一个 Type-C 的接口。后面可以开冷气吗？哇，太爽了！中间这边有冷气的出风口给中间的乘客嘛，后面都有哦。我很喜欢就是座位哦，可以调到最倾斜。如果你不想要的话，你还可以调再直一点。像不像女人驾车一样？试一下坐这边啊，中间也很舒服，很 OK 耶，空间感十足哦。我看了这么多 MPV 哦，Denza D9是让我第一辆见识到了，哇，后面这么大。那么它这边有一个 button 啊，这 button 其实是让你调整那个头枕高度，然后这里还有 Mickey Mouse 的耳朵，调整你的头部舒服。讲真的，我很喜欢后面这个座椅耶。这辆车有4个 ISOFIX 哦，1、2、3、4哦。我跟你坐在前面，然后我们生4个孩子啊，1个孩子1张 bucket seat。这里还有一个手动的遮阳帘，这开窗，看它窗开得完没有啊？后座可以，还是个双层玻璃啊，隔音好。我相信当你在驾车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坐在后面就是一直握着它。慢一点啊，对。我很好奇这辆车驾驶感受哎，驾车也是要有一个姿态啊，不需要你关门，或者是你自己拉也是可以，因为像我这种没有budget的，没有前请司机，自己开自己关。OK， 这辆车的重量大概2.8吨，它的这个刹车是肯定要的，前面有一个双活塞刹车卡钿，后面有一个单活塞的，然后它的轮胎的尺寸是235/60R 18寸，现在是用这 Continental 的 Premium Contact C， 我觉得换轮胎不会很贵哦，才18寸而已。跟我讲一下它的悬挂系统，前面是 McPherson， 后面是 Multilink， 对吗？对。可以啊。我们来打开这个所谓的引擎盖一下，拉2下。虽然这辆车就没有一个引擎了，可是呢，就是会看到有一个电动马达在前面。这辆车的话，313 horsepower， 360 Nm， 然后这两个话，375 horsepower， 470 Nm。哎呦，真不愧以前是做丢令啊。
小心你的手了吧？哦你的座位很重要。啊，这里动不到的地方都是一些硬质塑胶，可是很高级的塑胶。然后这一个地方全部都是皮革包覆，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车缝线。然后中间还有一个 subwoofer 喇叭。然后这个材质呢，这个是一个木这样子哦。中间的这个荧幕呢就没有像比亚迪这样可以转了啦。中间还有一个无线充电给我们的驾驶员。这个挡挂还有水晶 style 的哦，很漂亮一下。这个 parking button， 哇，这个按下去有声音的。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些驾驶模式，有 Eco、Sport， 还有 Normal、Energy Regen 跟 Standard 跟 High 这两种啦，电能回收用的哈。这个是开尾门，电动尾门，这个是开它的侧门，这里就是开侧门，冰箱这里也可以开。这个是它的自备架，还有个中央扶手，是中央扶手。拿巴来的哦，这些电车的好处就是中间还有一个 Type C 接口，还有一个 USB 接口，没有问题。对，然后最重要细节，你讲到细节，里面都是什么？carpet。做到非常漂亮哦，然后坐进来很有那种未来的那种驾驶舱的感觉，气氛全部安排到位。好坐吗？安排这样子安排啊。作为车主啊，当然看一下我自己驾驶座位嘛，虽然是很少可以享受到后面的这个 Pilot Seat 啦。这辆车呢，总共有14粒喇叭 ，Dyne Audio 的这个喇叭，所以音响怎么样呢？现在如果你可以借我这个车驾1个礼拜，我就可以感受得到到底好不好了嘛。关门。当然不是这辆车自动关门，是本子帮我关的。首先会看到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风行式踏板，这个座椅真的是非常舒服哦。现在的中国车哦，为了满足这个消费者的需求，他们会很努力在制造这个车子的坐包坐垫软软。支撑性又够，所以它不会像那些欧系车这样做到不到冰车你可能都已经腰酸背痛了。这辆车不会。还有这个 Mickey Mouse 这个头枕给我们的驾驶员呢。那方向盘的按钮算是不错了的。我很喜欢它，就是这一个仪表哦，它是放在这个 dashboard 里面的，它不是特地勾出来，好像外面 aftermarket 加装这样的。看起来非常整齐耶。其实它整个界面都很 BYD 耶。狗狗，我还是觉得你的气质适合坐在后尾。这样谁帮我驾这台车呢？你的妹妹，马来西亚。那个前进收纳格，它的天窗有2个诶，一个是前面，一个是后面的全景天窗，所以我们又可以看星星，我爸爸妈妈又可以看星星。你驾车的时候怎样看？啊，看上面啦，因为这辆车有 ADS 的系统啊，这辆车的 ADS 系统不需要讲多，我给你们看满满的，现在的车不用看了，很满的，该有的有，自动跟车系统、自动刹车系统，然后盲点侦测啦、车道偏离什么都有，不用看不用讲，连这个拉杆哦，它都有那种缓冲啊。它有那种阻尼感，慢慢的把它收起来那种感觉。窗也是非常的 gentle，like you。OK。前驱版呢，它的内饰的颜色是淡色的 chocolate 色，可是如果来到这个全驱的版本哦，它是米色。我不知道是不是买车的时候可以选配啦，可能是可以啦。你喜欢哪一个颜色呢？米色，我是觉得米色不错一下哦。是米色看起来更加的高级。那么它的这一个椅子的话呢，有着 the world largest 1080mm electric rail at the same class。可以讲人话吗？啊，解释一下。总之就是最长，然后1080mm 了。简单来说，就是它的座椅呢，就是可以推前跟推后，最长1080mm。怎么样？这辆车喜欢吗？安排啊。安排。价钱呢还不懂哎。安排。我们是需要等到它的正式发布才知道它的价钱的。可是我心里想，它的价钱350千跑不掉吧？300到350千，可能。这个影片就到这边了。这个试驾影片的话呢，我们就下一集的话试驾一个影片给你们看。可是我觉得试驾也试驾不了什么，最好就是可以上路让我试驾大概1个礼拜是最好的啦。我才可以跟你们分享细节在哪里嘛。好，那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个赞啊，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是爱的人，我是爱吃的小蚊子。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啦，Goodbye。拜。小蚊子跟你们说再见，拜拜。不比不比不比不不比不比不比不。